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超爱喝酒，但是只能喝3杯的3杯芋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它位于意大利西海岸，是世界著名文化遗产。这里有悬崖上的彩色村庄，一望无际的地中海，还有绝美的沿海徒步栈道。它就是意大利五渔村。接下来的48个小时，我将带大家一起徒步7公里，打卡明信片场景中的五渔村，走上12年后终于开放的爱之路，品尝当地特色料理，分享交通和旅行攻略。如果你也计划来五渔村，这期 vlog 一定不要错过哦。Hello， 大家，那我现在到了披萨的这个机场，现在准备去做这个披萨 Mover， 还蛮有意思的。它是连接机场和市中心的一个快线。那大家出站之后就顺着这个披萨 Mover 的这么个标识走就可以到了。这次计划和老爸的欧洲之行，因为老爸喜欢徒步和自然风光，所以我选择了意大利的五渔村。这里不仅有著名的蓝色海岸，还有连接5个小镇的徒步路线。我们选择从阿姆斯特丹出发，飞往意大利比萨，然后计划乘坐火车到达五渔村的门户城市拉斯贝西亚。夏天的气息。OK， 那想要出这个航站楼，然后对面就是那个披萨 Mover。现在到了这个披萨 Mover 的地方了，我们就准备上去。OK， 那在这边买票喽，也可以这边有英文的选择。那我们选 Single Ticket， 然后选择张数，然后 Confirm。那现在就来刷卡了。那票就这底下打出来了。OK， 那刷进来之后，这个站就长这样。这个披萨 Mover 就是从机场直达 City Center， 它也是很方便，非常短的一辆区间车。Attenzione prego, ricordiamo ai signori viaggiatori che devono utilizzare gli appositi sostegni e mancorrenti. OK， 大家，现在我在披萨的中心火车站。那边是卖票的地方 ，Ticket Office。然后大家一直往就是右手边走呢，就有一个行李寄存处，就是在这个车站的最靠右的地方，就是在那边。那这样大家如果只是来这边看一下披萨斜塔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寄存一下行李。那这边就是寄存行李的地方了。那这里的话，寄存行李是5欧元每件，能够寄存1天，9点之前来拿都可以。然后寄存行李的时候呢，大家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，因为它需要复印一下这个身份证，不仅可以现金，还可以刷卡，所以还是蛮方便的。这个比萨中心车站出来还蛮好看的耶，非常干净。那这个去比萨斜塔的车呢，就在这个车站出来的右手边。然后坐1加就好了，就站在这里等，然后每10分钟就有一班车。我们终于到比萨斜塔啦！因为停留的时间很短，所以真的就是只能拍个照、打个卡，然后就得回去坐火车了。那进来真是游客也是超多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，都在疯狂的造型拍照。那大家这边就随意找一个角落拍吧。比萨斜塔始建于1173年，高约58米，因为地基沉降而逐渐倾斜，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斜塔。很多人只知道比萨斜塔，但是其实整个奇迹广场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里面还包括斜塔旁边的核心建筑主教堂，以及主教堂前方的洗礼堂。广场北侧还有一个墓园。其实比萨斜塔是这个大教堂的钟楼，大家来这里除了可以拍经典的推塔照之外，还可以登上斜塔。这里推荐大家可以买一个套票，里面包括了大教堂、洗礼堂、比萨斜塔等，一共是27欧。大家如果只想去比萨斜塔和大教堂，可以买20欧的联票。我们这次因为需要赶火车，所以没有买票进去，只路过了大教堂和洗礼堂的外侧。总体而言还是非常壮观的。那下次有机会的话，一定会买票进去看看。去五渔村的门户城市拉斯贝西亚有2个比较近的机场，一个是披萨，坐火车过去大概是1个小时15分钟左右；另一个选项则是飞到 Genoa， 坐火车过去也在1个半小时之内。意大利五渔村顾名思义就是5座渔村。拉斯贝西亚之所以是五渔村的门户城市，是因为这里有去五渔村的区间车，基本每10分钟就有一班，非常方便，所以去五渔村的人基本都会住在拉斯贝西亚。给大家录一个 room tour， 我们现在已经在拉斯贝西亚了。然后呢，这次订了一个就是 B&B， 然后一进门就是一个大柜子，里面可以收纳东西。
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，然后这个客厅也还蛮齐全的。这边是一个冰箱，这个 B&B 的主人还给我们留了1瓶酒，说我们可以喝，还有就是2瓶水。然后这边就是泡茶呀、做咖啡的地方，应有尽有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洗碗机，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个 B&B 里面还有一个洗烘一体的这个洗衣机，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呢，往这边走，这边是第1个卧室，那这个卧室也是蛮大的。然后这边出去呢，就是有一个阳台。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街景，虽然是这个景色就不大好看，但是就是好处就是这个房子基本是在中心火车站的旁边，所以其实交通还是蛮便利的。OK， 那我们继续走。然后这边过来呢是第1个卫生间，淋浴室吧，然后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卫生间。那我很喜欢这个的房子，另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这边其实有2个老爸，这边有2个卧室，然后这边是第2个卧室，其实跟第1个卧室比起来也是一点都不小，非常大。它旁边其实还有第2个卫生间，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浴缸啊，就是如果你有两波家庭来，或者是2组人来的话，这样就可以各自有各自的卫生间，就相互不打扰。房东还蛮好的，就是给我们讲解了很多，就是怎么去这个 Cinque Terre 这个5渔村，然后还给我们推荐了很多的饭店啊什么的。那之后再拍视频给大家介绍。OK， 大家今天就来吃一家披萨店，这个也是房东推荐的。右手边的这家店没有开门，这家店本来是房东更加推荐的一家，所以我们就准备来吃左手边的这家店，这叫 Pulcinella。OK， 那我们就进去吃吧。这个好逆天，居然有 French fries 在披萨上，到底是为谁发明的菜单？这个 OK， 我们的前菜来了，这个是一个水牛乳酪，还有一些腌菜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些 cold cuts， 就是一些肉类，然后还有就是面包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吃啦，就是先弄一点那个橄榄油在盘子上，然后撒一点点盐，一点点，给你一片面包。撕一小块一小块，对，然后就拿着沾橄榄油吃，对，就这样吃，对，有尝到橄榄油的那个青草的那个味道，对吧？它就是这样吃的。好，我来尝尝这个肉类吧。像生肉呢？它是腌制过的肉，是咸肉。然后这个你可以就是放在面包上吃，也可以单吃这样。大家发现了一个超好喝的啤酒。这个还是蛮惊喜的，然后这个是略带一点点的甜味，酒精度是5.9，不算是很高，还是不错的。OK， 我们的披萨来了，我已经忘了我点了什么，好像是上面带一个 sausage 的这个披萨，然后这边是一个经典的，就是上面带着 rucola， 然后底下有一些 ham， 有一些蘑菇的这个披萨。然后呢，他点了一个是加了辣的萨拉米的这个披萨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吃啦。Bon appétit。OK， 来尝一口咯。好吃哎，非常薄，而且很有嚼劲，哎，真的很不错，而且不会太咸。来尝试一下它的 sausage。能吃出很浓浓的肉感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这个香肠真的是绝了。OK， 大家，我们吃完出来了，我们3个人一共是吃了60欧，人均20，真的是很不错。我们点了1个前菜，然后3个披萨，还有3个饮料，加上1瓶水，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。关于5渔村的门票和交通，这里我推荐大家直接到 Parco Nazionale 的网站上买 Cinque Terre Train Card， 里面包含了区间火车、巴士、徒步站到的门票，还有 WiFi 和免费的车站公厕。建议大家直接在网上提前买，虽然要多交1欧元，但是可以节省很多车站排队买票的时间。买票的时候记得查询一下对应日期的淡旺季，一共有 A、B、C 3档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天数来购买。我们这次就直接买了2天的 B 档天票。
价格是每人51欧。网上买好后，邮箱会直接收到电子票，票上还有 WiFi 的用户名和密码，以及著名的爱情步道 Via del Amor 的预约码。大家去爱情步道之前要记得提前预约时间哦。预约的网站在票上也有写，大家直接复制粘贴就好。徒步大神们也可以直接买 Cinque Terre Trekking Card， 区别就是里面不包含公车和火车的票，总体而言价格会更加便宜。最后要再次提醒大家做好厕所管理，路过车站的厕所尽量上一下，徒步的路线中是没有公厕的。我们现在是从五渔村最远的那个村子 Monterosso 开始玩，然后这边它的主打就是有一个沙滩，然后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开始下水游泳了，沙滩超美的。然后我们待会徒步路线就是从这边走，然后走到这个岛树第2个村。那现在先来沙滩这边看一看吧，超漂亮，好多人在这边晒日光浴哦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往徒步的路线进发。这次我们徒步是先坐火车到最远的第5个村子 Monterosso， 然后往回走到第4个村子 Vernazza， 中午休整一下后再从 Vernazza 走回到第3个村子 Corniglia， 最后从 Corniglia 坐火车回到 La Spezia， 这也是五渔村最经典的沿海徒步路线 Blue Trail。 哎，好多比基尼美女，好像这个靠近拍，哎，有点太猥琐了，还是算了。那这也太好看了吧，真的，这个水好清澈，跟蓝色果冻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向前走。那从刚刚那边栈道上来之后，就到了 Monterosso 这个村子的这边。这个视野还是非常开阔的，超好看。然后底下呢是有一堆的游船，太漂亮了吧 ！OK， 大家，我们刚刚就是从这上面徒步下来，然后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栈道上。那这边就是 Monterosso 的这个村子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太清澈了，就是清澈见底，太好看了吧！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继续从栈道向上走。OK， 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前面是检票点，然后再上去就要大家要买那个 Cinque Terre Card， 那这样的徒步路线是包含在其中的。那收费点进来之后呢，就是走像这样的梯田一样的山间小路，这个我觉得难度还是蛮大的，但是这个风景也是蛮不错的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。哎，走上来这个景色还是蛮不错的，花都开了。徒步的人其实还蛮多的，毕竟是旺季，大家可以看到爬了一大串楼梯，终于爬上来了。哎，如果大家从 Monterosso 到 Vernazza 的话，就是会有一大串的非常垂直、非常斜的楼梯，然后爬上来之后就这个景色还是很不错的。这边是一大片的葡萄园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沿着山路往上爬上来之后的这个路就比较平了，就不会那么的陡，所以最难的那一块其实就是刚开始的那一块。那大家在徒步的时候呢，就注意看一下这个路标，这边就有标写说，比如说这个方向去 Vernazza， 然后另一个方向是去 Monterosso， 所以基本上不大会迷路，而且这边还有标就是距离是多少，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徒步的时候就有明确的地理标识，还是蛮方便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吗？那边有3瓶酒放在这里，不知道作何意味，是说这边可以 wine tasting 吗？哎，酒鬼的基因又动了。哎呀，爬上来之后真是太美了吧，这个超广角俯瞰整片大海，哇塞，这也太开阔了吧，好好看哦。那边就是我们来的村子，还有很多的游船啊。那边可以看到第2个村子 Vernazza， 然后我们刚刚已经从这个村子一直爬过来了，马上就到了啊，太漂亮了！那个村子远处看也很好看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了。天哪，大家，这就是能清晰的看到第2个村 Vernazza， 然后这边就是著名的这个明信片场景了，太好看了吧！配上这个湛蓝的海水，哎，好梦幻啊！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徒步，能够看到这样的美景。我们终于到达了 Vernazza 这个村，然后现在准备找一间餐厅吃个午饭，然后下午继续爬。这边就到海港了。
超多人，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，水也超清的，还有很多人下去游泳哎。Monterosso 到 Vannazza 的距离大约是3.5公里，我们一共走了大概2个多小时。到了村子里，游客数量明显变多，很多餐厅都没有位置了，所以我们找餐厅还花了不少时间。OK， 大家，我们找了一间午饭，是在这个就是去下一个村子的路上，然后还要爬上来一段，我们就进去吃吧。它是有这个非常漂亮的风景在这边，所以还是蛮好的，而且远离了很多游客。虽然这边也是游客了，大家可以扫码点餐，还是蛮方便的。OK， 来干杯，干杯！嘿，大家，我发现这个汽水超好喝的，就里面还有一些花的味道，就里面是加了花的。第一次喝到这个汽水，还蛮惊喜的。前菜就点了一份，就是橄榄油沾面包，就简简单单的。来尝尝味道。好香，好好吃，青草的味道。OK， 我们的午餐来了，点了一个 linguine 加上 mussel， 然后这个是 linguine 加上 cuttlefish， 然后还有点了一个青酱的 gnocchi， 然后简单的午餐吃一顿，我们就开动了。干杯！这个东西好好吃啊，好甜，青酱好好吃。这个鱿鱼的 pasta 也很推荐，超级好吃的。最后他们又上了一盘面包，然后让我们就是把盘子给抹干净，好意大利。OK， 我们的甜点来啦！这个是一个 cheesecake， 这个是个他们自己做的提拉米苏。然后刚刚那个服务员小姐姐跟我们说，就他们这里所有的食物都是他们家里做的。原来这是他们家，然后它改造成了一个餐厅，包括所有的这个甜点都是他们自己手做的。然后刚刚那个 pasta 也是，所以味道特别的好，真的是非常推荐。就每一个 pasta 都特别好吃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尝尝他们自己家做的这个甜点吧。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他们自制的提拉米苏。好吃哎，咖啡味道很重，而且完全不甜。然后往下挖，它是里面是有手指饼干，然后进那个咖啡浓缩咖啡，上面是马斯卡彭芝士，最上面是层可可粉，所以你要挖到底，然后一起吃，这样啊，挖到底，对，这样是正确的吃法。吃到不同的层次有没有？好吃吗？而且不会太甜啊，刚刚好。吃这个蛋糕，里面这个卡士达酱超甜啊，我还是更喜欢这个提拉米苏。这顿饭我们3个人一共吃了133欧，确实不便宜。但是说实话，味道是超出预期的。本来五渔村餐厅的价格普遍都比较贵，有的味道还不行。这家店真的算是一个小惊喜。OK， 我们刚刚吃完饭出来了，然后准备徒步到下一个村子 Cornelia， 然后那个餐厅出来其实就是徒步的路，那我们就往上走啦。大概徒步的时间是1个半小时，2到2个小时，希望也会顺利咯。那边就是徒步的检票点，然后发现这里真的很多仙人掌哎，都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不过搭配着这个大海还是蛮好看的。OK， 继续走咯。大海的风景，这个视野也太广阔了吧！哎，大概走了快1个小时，40多分钟，然后就来到了一片很宽阔的平台，然后这边的人开始放音乐，在太阳伞下休息。那边有一个村庄，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岛树第3个村庄，它是建在山上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在远处就是那里，还蛮惬意的。啊，这个海景也太美了吧！走了一半了，这边还有个 congratulations。
这片也太好看了吧！音乐加上海景，还有一片葡萄藤，太美了，太好看了。还有卖很多的农产品什么的。大家记住这个岔路和这个餐厅，然后上面有一个 stunning view， 往上走，然后就会到一个超级漂亮的拍照打卡的场景。大家上来了这个照相点啊，超好看的，这里视野真的是超广的。一片大海，然后可以看到第3个村庄。哇，这个景色也太美了吧！完全是打卡圣地哎，大家可以来这边拍照。那个村子越来越近了，然后这边也是视野真的是超好的，不愧是蔚蓝栈道，这个视野真的是太棒了。大家，那现在我们准备就是到了第3个村庄，那边就是第3个村庄的收费站了，所以我们也算是爬到终点了。第3个村庄也是建在山上，所以有一点坡度，一整片都是葡萄园，酒鬼的基因又动了。超好看的哎 ！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是慢慢往下步行，然后坐车到火车站。OK， 现在就到了这个村子 Coniglia， 真的是很漂亮的，而且人很少哎，真的是视野也非常开阔。哎呀，好美呀！真的词穷了，但是走在这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太好看了吧！这个村子的全景，一边是村子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海。第3个村子 Coniglia 是五渔村唯一一个建在山顶的村子，和其他临海的渔村不同，游客相对而言也少一些，但是反而最有村庄那种安静的氛围，反而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。大家，这边我们就是准备步行到火车站了。这个路牌标识的也是很清楚的，大家顺着路牌走就好了。下面也能看到铁轨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了。我们现在就步行走向火车站，这边的视野是超级开阔的，然后大家就可以顺着这个步道往下走。还是这个是感觉比坐车要快一点，因为刚刚坐车那个地方实在是人太多，然后那个车也比较小，所以还不如就是走这个栈道，还蛮好走的。OK， 我们到了 Coniglia 的火车站了，然后准备搭火车回去。OK， 大家，这个房东推荐了我们来一家当地的传统餐厅，然后就是对面的这一家，那我们就过去吃晚饭喽。感觉这个装潢还蛮好看的，感觉很不错哎，是往下走的这种。确实是扫码点单，还蛮方便的。那大家可以在这里扫码哦。这家店还蛮好的，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用浏览器来翻译它的菜单，而且点开之后它是有图片的，所以就能知道你点的是什么。这个还蛮加分的耶。OK， 点了他们的 house wine， 因为今天吃的都是海鲜，所以就点了一款白葡萄酒，试试看。大家干杯！好好喝哎 ，Toast， 来干杯干杯，大个，干杯！感觉味道像是皮诺格里酒，还蛮好喝的。这个真的是这边，这边真是随便怎么点 house wine 都很好喝，而且又便宜。
真的开心。尝一下早安哥哥的啤酒，也还蛮不错的，蛮清香的，但是有一点点苦，还是比较喜欢我的白葡萄酒。我们点的前菜来了，点了一个海鲜的一个前菜拼盘 ，Antipasti La Spezia， 蛮多桌都点了这个。这个应该是 anchovies， 来尝尝味道，超咸，要搭配着面包一起吃。这个 anchovies 好咸，但这个鳕鱼丝还蛮好吃的。来尝尝别的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鱼，试试看。这好好吃，感觉是熏的鳗鱼。OK， 我们的主餐来了，点了一个stewed， 就是炖鱼，然后还点了一个 sea bream， 就是整个烤鱼。然后我点的是 stuffed mussel， 然后里面应该是加了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加的是什么，到时候吃吃看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动喽。看到吗？就是在清口里塞满了东西，我完全没有吃过哎，吃到了一点主食米的味道，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哎，到时候上网查看它这个里面填充的是什么东西，就很神奇这个。我来尝尝早安哥哥的这个鱼，鱼肉还蛮嫩的，蛮好吃的。后来回去谷歌了一下才知道，酿一贝里面填充的是面包屑、帕玛森奶酪和鸡蛋的混合物，算是传统的意大利平民料理。起源是渔民把捕捞的贝类和隔夜面包混合起来，减少浪费的同时也增加了饱腹感。OK， 我们点的甜点来了，点了一个 panna cotta， 然后加上巧克力酱，然后这个它的英文翻译非常好笑，它叫 English soup， 也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就看过去像3层蛋糕的样子，所以就蛮期待它这个是什么味道。因为我中午已经吃过提拉米苏了，所以说这次就没有点提拉米苏。OK， 那我们来试试看，我比较期待这个 English soup， 感觉也像是 panna cotta 一样，但是它底下好像是个蛋糕，大家能看到吗？ OK， 刚刚蒋大哥哥查了一下维基百科，这个 English soup， 它是下面有一层戚风蛋糕，然后浸了一些酒，然后这边中间是一个卡士达酱，然后上面是一层巧克力酱，大概就是这个感觉，蛮神奇的。它还是一款蛮经典的意大利甜点，之前来好像都没有吃过这个，这次也算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吧。然后这个 panna cotta 就是 panna cotta， 加上巧克力酱。OK， 来试试看了。panna cotta还是蛮甜的，尤其是加上巧克力酱之后。幼儿园这家店感觉就是菜色都很传统，然后我们点了3道菜都没有踩雷。然后蒋大哥哥点的一份 sea bream 还蛮好吃的，可以推荐大家点。然后大家如果没有吃过 stuffed mussel 也可以试试看。然后整体的这个甜点呢也不是特别甜，所以这家店非常推荐哦。请大家继续期待五渔村 Vlog 下篇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、加订阅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